好，上一段讲到了新加坡总理李显荣呢，他是访问了北京，而这一次来到了北京访问，大家讲了前4号人物通通见到了，包括谁？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以及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还有的是全国的政协主席王沪宁，同时也完成了自贸升级谈判。好，这一次呢，在跟习近平会见的时候，他也特别强调，两国之间呢要把关系升值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而且呢，受到了非常隆重的仪式欢迎。带你来看看这个画面，他当时呢人到了北京，好，可是呢，包括了外交上头，他们有这个比较刚刚讲的前4号人物都见着了，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之外，同时呢，他跟李强之间也共同见证签了6项谅解备忘录。然后李强就说，李显荣啊，是我们中国人民很熟悉的老朋友。那李显荣呢，当然他同一时间，他其实呢是要告诉北京当局说，你看我们的关系很好，所以我们在这边有非常多的投资。他提到了哪里？提到了苏州、天津还有重庆。他说这3个项目啊，我们现在都发展的非常的好。然后也讲说呢，他们现在希望能够再加深合作。同时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跟王沪宁的会面。好，原因是因为呢，他还拿出了这张30年前的照片啊，这个就是王沪宁啦。他讲说那个时候你还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我还是副总理耶，开始话当年。而这一整个过程当然就是要提升双方的情谊，因为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是，在身为东协国家的龙头，大家是希望跟大陆发展更正向关系。听他的谈话。 I think the Chinese would like good relations with ASEAN countries too, and the Chinese can do quite a lot to make it easy for ASEAN countries to want to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them. And the more it is possible for China to manage its approach to ASEAN countries, all of which are much smaller, in order to give them space to enable them to have their interests fairly respected and preserved, I think the easier it will be for the ASEAN countries to pursue further investments and trade with China and to enhance and prosper their economic relations. 好，身为东协龙头呢，其实他帮忙旁边的这一些国家来做事，保持良好关系，大家都会很乐意跟大陆合作的。这其实是他时隔4年之后再一次的出访北京。而专家分析2个讯号，一个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嘛，加强跟大陆之间的一个联系还有关系。第2个就是他一直在讲的，其实双方的尊重，然后呢，维护各自的利益这件事情，才能够面对多变的国际形势来坚持区域合作。其实呢，从前面包括他介绍了新加坡在大陆投资的项目、合作的项目，这连续9年。在中国跟新加坡之间都是最大的这个贸易合作伙伴啊。同一时间呢，他们说了，新加坡其实也是新增投资来源国，是最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他们说双边的贸易已经来到了1000亿美元，他们认为这还可以更好。好，其实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亚洲东协的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哪里？还有就是欧洲。好，我们说欧洲呢，在4月5号的时候，马克宏还有冯德莱恩就即将要到北京这边来访问。还有哪里？还有 Sanchez， 其实先前也是先去了博鳌，那他之前呢才刚见完习近平，后面呢4月中德国也要来了。你说不对啊，那之前他们自己的总理不是已经去了吗？没有，这一次来的是新外长。好，这个外长呢，贝尔伯克，他即将在4月中旬访华。那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在讲，为什么欧洲国家访华名单越来越长？有一个说法是说，他们都认为可能北京可以帮助俄乌战来做协调。同时呢，法国的总统府消息人士就讲了，说呢，他们觉得啦，中方现在他有意愿，好像也可以在俄乌战这边力挽狂澜。而 Political 呢，则是直接讲了，欧洲基本上除了俄乌之外，还有的就是经贸上，他们已经知道了不能失去中国。除此之外，还有谁？还有是日本的外相林芳正，他呢其实现在也是在大陆这边来做访问，跟秦刚这里来做对谈。昨天呢，其实大陆已经先释出一个橄榄枝了，就是中日的防务部门他们的海空联络机制可以有一个直通电话。那现在呢，他希望能够跟王毅还有李强
再见到面。那当然啦，毛宁外交部这边有曾经讲过，说大陆的领导人会会见林芳正，到底这样子的一个谈话能不能让中日关系？我们都知道嘛，日本最近其实又再一次的把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啊等等禁止输入到中国，能不能在这边有个缓和？这其实是大家都想看的。与此同时，当我们看到了，说各方都要到北京这边哦，大家都来访的时候，美国呢？美国其实没闲着，美国现在呢要来回守非洲。说回守的原因是因为过去他们在这边经营的比较少，现在发现不得了。非洲怎么那么多中国投资的项目啊？所以他们的副总统贺锦丽现在来到了非洲做一个非洲行，但是呢，大家就一直在说他的最后一站是尚比亚，可是呢，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啊，怎么通通都是中企来施工，他们贷款给的，或者是他们正在修的，甚至呢，路过的这个体育场，6万人体育场也是中方盖的。你就在车上一路看，怎么都是中国的建设，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看板。让美国人是不是更意识到问题在哪里？其实也不用现在才意识到啦，因为你知道，从2021年中非的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2500亿美元，这个数额早就已经是美国跟非洲贸易额的4倍了。那美国当然他们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现在开始希望能够修正，所以今年呢，贺锦丽已经是今年现在才4月嘛，对，已经是今年他们非洲高层美国高层官员去非洲访问的第18位，没有听错，第18位，你就可以知道美国人，我们刚刚讲的，在南太这边，或者是在印度洋这里，在印度洋旁边非洲这里，他们开始意识到，不行哦，不能这样子变成一个真空状态，让中国趁虚而入。来请教介大使，怎么样来看？我们先从亚洲这里开始好了。李显龙现在来到了中共，一次就见到了前4号人物。其实李显龙事实上他可以说一直继承他爸爸维持跟中国大陆关系，他一直很成功的维持中国大陆对新加坡的重视跟支持啦。与其说是李显龙带去了支持给大陆不如说他再一次获得中国大陆对他的支持的一种展现。要知道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第一个非常小，从国防安全上来讲，它是极脆弱的。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强权之间的这种平衡，来找到自己最安全的位置。所以新加坡是不容易这个需要有他的领导人要有很这个丰富的国际知识，对国际政治的认识而且要有极有经验的这个外交手腕才能让新加坡在外交安全上获得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所以一般会认为说，新加坡这个国防有什么问题啊？新加坡事实上的话，它面对印尼，它面对泰国，它面对马来西亚，这都是东协他们这个所谓东协里面的盟友可是在安全上，它对这些国家，它都感觉上是芒刺在背，所以它很容易就被这些国家，如果说它的这个平衡没有处理好的话，它的安全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他自从建国以来，他们就非常注重国际现实。那从李光耀开始，他是一个极端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他第一个跟美国关系一直维持得很好。美国在东协里面最大的军事空军跟海军基地还是在新加坡。新加坡是让美军可以在这个海空方面都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的。可是他也知道，在这个东协这块土地上，他目前这个政治所谓的这个国际政治里面这个权力的消长非常的快。中国大陆是一个快速成长的权力，迟早有一天要取代美国在东协区域的这个现有的地位。美国现在东协区域除了逐渐式微的经济的影响力外，它的军事影响力也可以看得出来是慢慢会式微的。而美国事实上为了自己的安全也在很快速帮他的军事影响力各种经济往第2岛链撤退。那么扶植第1岛链里面这些国家将来独自面对中国大陆的新的政军情势那美国因为保持上自己权，是要往第2线退。所以新加坡在很早开始就非常重视跟中国大陆关系，可这几年动作比较大。
那这一次你看李显龙这个抓到了习近平第3任的机会啊，率领庞大代表团，跟中国大陆要进行全面性的深化关系啊。可是呢，在2022年去年的时候啊，6月9号，那么新加坡再度深化跟中国大陆军事合作关系。那这个项目是有关军事院校的以及这个军事智库的交流。可是，在2019年的时候，新加坡就提升了它跟中国大陆的防务交流与合作安全协定，这些都可以看出来，新加坡对于这个区域内甚至全球性的这个所谓的权力之间大国权力的消长是非常的敏锐，走在前面的。所以整个态势，它是在迎接一个中国尤其在东南亚区域的一个主导性地位的一个逐渐的显现所以小国基本上只有现实的选择，你要加意识形态的话，就是走死胡同，自掘坟墓，这个很值得蔡英文他们好好的参考一下。是，来金教院老师，我接着讲台湾为什么不能够学新加坡啊？虽然新加坡在1965年被迫从马来西亚联邦中独立出来。但是他们走的路线，我是严正的请我们的总统以及外交部看一看李显龙最近几次讲话，他曾经针对于新加坡必须在美中关系之间做选择的时候，表达明确的立场，就是说呢，一个这个小的环境当中，一个比较弱的环境当中，他要发挥他的智慧，而不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必定摔破的篮子里头，这样子的话呢，迟早都要摔破的。这个新加坡这个国家呢非常特殊去过几次我有强烈的经验。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它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它的优势简单来讲，新加坡人不一定认同就是说它长的样子跟它使用的语言，居然是2种最吃香的语言。新加坡人长的样子跟我们一样嘛，所以基本上你看李显龙的样子，对不对？所以他们强调自己是华人什么的但是新加坡其实他们对于中华传统的教育不怎么样甚至于他们出现很多华人都不学华语因为南马学马来语，这个也有发生。那另外的话呢，这个新加坡人的普遍的英语教育基本上是非常好。以前李光耀就非常得意的讲，就是说我让我们的 kids的英语讲得非常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周受资里面表现出来的风范大家羡慕的不得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发觉说，新加坡充分发挥它一个城市国家应该拥有的优势。美国人为什么喜欢把他们的基地或者甚至他们的这个情报收集中心放在新加坡？最主要原因就是说，社会安定稳定，生活水准又高，又有发展前途，各方面的话呢，就是一个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的地方。你去玩可以到新加坡以外的东南亚国家去玩，但是你实际上发展的未来的话，还是要在新加坡。不过在这边的话呢，要强调一下，新加坡并不特殊欧洲的国家也是这个样子。只是大家原来都会认为说，欧洲国家好像基本上不得不听美国的话，所以说呢，好像美国说只要做什么做什么，美国叫他骂什么他就骂什么，这个外交部长，德国外交部长叫做贝尔伯克是骂得很凶的，结果自己来了，这个他们自己心里都很明白，就说这个经济上的顾虑就绝对不能跟中国脱钩因为经济上要的只有一条，就是市场，尤其是对于像欧洲这种生产力丰富的国家，包含法国、德国、英国都一样。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其他还有一点的话呢，中国本身的话呢，也需要能够反制美国对它的恶意。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明白，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压制裁各方面是恶意的也不是历史因素，也不是文化因素也不是什么其他的这种什么传统，甚至跟霸权都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就是要遏制、压抑中国的发展，让中国重新回到脏乱穷的地步，那他就高兴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想尽一切办法，但是欧洲在这种问题，在这个计划当中能够扮演的角色非常少。最后我要谈一下那个贺锦丽贺锦丽可以说是有一半那个非洲血统结果对了，我马上就结束，都不愿意再讲了就是因为贺锦丽表现的实在太差了，不值得评论了。来，毕哥。其实我觉得，像刚教授来不及讲贺锦丽这个，我就觉得美国短期内对今年派出18个官员到非洲去，看起来很重视，对啊，但是有什么用？其实不会有用，为什么？你人多没有用嘛，你来180个也没用，你带了什么东西来嘛？重点是你这些非洲国家希望什么？你要协助我基建，你要协助我经济发展，你要给我这些机会，那你要给我资金嘛？那资金、技术什么全部都给，美国就带2串胶去。
然后一去还指点点要求别人这样那样。那请问一下，你去了再多次有什么用？你去了多次，人家反而越来越反感而已，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真的想要在非洲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地位的话，你们要彻底痛改前非，把过去西方国家对待非洲的方式全部改掉。西方国家在非洲的经营其实远比中国大陆久，几百年前就开始，当时全部都是他们的殖民地。但是为什么西方的势力现在在非洲大幅衰退？因为你们根本从来不善待非洲人嘛。你们每一次去那边就是要压榨当地的劳力，只想在当地获得利益，从来也不想再帮当地建设，也不想协助他们发展，然后故意挑起他们非洲他们民族跟这些派系之间的内斗矛盾，好让你们从中得利嘛。过去西方跟美国一直都是这样对待非洲的，所以现在非洲人才对西方人这么反感的。中国大陆去非洲经营了几十年，但是中国大陆就是我不接触你的政治。那我当然也要获利，可是我获利的同时，我也让你们也会获利，我也协助你们经济的成长，所以他现在在非洲有今天的地位，他的贸易额会成长到这么高，那是人家的态度跟策略的问题。那你美国的态度跟策略不改，请问一下有什么用呢？那同样的，新加坡也是一样，我觉得新加坡这个国家这么小，它是一个完全没有战略纵深的国家。你知道新加坡的战略是什么吗？它跟美国买武器有一大部分是存在夏威夷的。因为他国家没有战略纵深嘛，一旦被攻击，可能就直接挂掉。所以他为什么武器要存在夏威夷？就是万一国家被人家灭了，美国会协助他复国，他有一部分资源是存放在美国的。他们的战略是这样打的。所以第一个，新加坡当然努力建设自己，让自己在全世界非常重要，也就是在经济上你们不可以少了我，这就是我生存的目标。然后再来呢，他尽量不要得罪周边的国家嘛，因为他没有战略纵深嘛，我干嘛要树敌呢？我一旦树敌，我可能跟人家一打我就完蛋了嘛。所以这是新加坡的策略，可是我们呢？我们同样也是个岛国啊。那为什么我们的策略刚好跟人家相反？每天在到处树敌，然后把自己的护国神山全部送走，这不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吗？因为蔡英文有说了，他说备战才能够避战，这个就是思考上面不一样，战略上面不一样。但到底哪一个对人民才是比较好的？这可能是人民真正想问的。我们先进广告。好，我们来说说美国。美国下个星期可能会有大事发生，什么事？带你来看到是他们的前总统，史上第一人，现在被刑事起诉。那现在呢，川普他直接讲了，我就是会去自首。下个星期到底会如何的发展？现在呢，美股很害怕，怕会出大事啦。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时间点，美国他们自己面临了债务上限等等的问题，造成股市、造成经济其实都会有一些大动荡啊。那如果真的政局上面再有大动荡的话，其实很多投资者有些担心。好，现在呢，联准会的理事长的讲法是说，他们感觉通膨的展望其实是恶化的，所以呢，这个升息的行动恐怕会延长。那美国的前财长叫做桑莫斯也认为，你要讲现在美国的金融动荡，比如前面的那一波已经结束了，真的一切都还太早。好，毕竟你直接去看嘛，他们在美国这边银行业没有实现的亏损有1.7兆美元，但是他们的总股本是2.1兆美元，你加加减减就知道，真的所剩无几。那谁能够救美国呢？耶伦他们的财长直接讲了，说呢，现在在世界银行 World Bank 这边呢是彭安杰预计可以当选世界银行的行长，那他就会有很多的资源呐，未来可以有创新的措施来扩大贷款规模。那意思是说，他如果当上行长的话，大家不用担心美国会有金融或资金断裂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吗？现在呢，大家都在讲美国他们要如何来解决他们本身里面的一些问题轮转。好，说继续印钞票吧。现在呢，说要再印上兆美元的钞票。那耶伦呢，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他的讲法是，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把美债直接提高了到51兆美元。哇，这个数字真的很惊人。然后呢，这个新上限有效期会到2033年，还说这就会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啊。别的不知道，但如果呢说他这个真的在印上兆美元，然后再直接提高他们上限到51兆美元的话，对于持有美债的人来说，可能现在你的获利会因此缩水，所以就开始有人在提醒中国，要不要赶快卖呢？那也在讲啦，布林肯现在一直想要去中方，会不会其实是希望美债问题中国能够
帮忙。好，之后呢，可能金价就会往上走了。但不管怎么说啦，对于美国来说，他们现在一直在讲啦，说中国呢其实要听美国的话，说才能改善关系，甚至还讲了说不要拿贸易当武器。但其实过往他们自己是不是也曾经把经济当过武器过呢？这一些问题其实就是反转的，大家会问，或者是看看历史会重新质疑。而现在呢，也在讲说美元是不是现在有可能在去美元？过去几个小时大家都在讲世界的版图在改变，大家开始在讲啊，要么就是减少使用美元，要么就是增加使用本国货币。还有人说人民币现在是根本没做什么事情，结果躺着躺着，竟然就变成国际货币了。这样子一个说法，让大家开始看到世界局势的改变。回过头来，要请教介大使，怎么样来看川普这件事情？川普这件事可能会闹成大事。他现在川普前2个礼拜就自己宣布说，我可能会被捕。对，那被捕的时候，他有很多会受到这个屈辱的哈，比如说他要照相。做那个犯罪项，然后呢，还有很多是不是要上手铐，这些问题啊都拿出来讨论过。那这个法律上的话，本来很希望看到川普被起诉的这一些啊，美国的民主党的这些激进的分子啊，就说看他们在网站上美国这个国家法治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谁说做过前总统的就他要高于法律之上嘛？他就跟一般人一样。对，一般人如果被起诉走的程序的话，他不能够有例外。那这个没有例外的话是没有错啦。美国是这个原则哈，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嘛。我们现在就拭目以待，美国是不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看看川普怎么说。可是从拜登的角度上来看，他考虑到这件事的政治效应。对，法律归法律，政治归政治。如果拜登今天川普感觉上让他的支持感觉到受了欺负。但是他们会讲说这个事情可以避免啊，就是你拜登你这些民主党故意要羞辱那个川普的话，没有错，他是应该，可是问题我们要追究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件事情，那可能会怎么样走上激烈的路线，因为川普上个礼拜已经跟他讲说，大家准备一下吧，老大要出事了，小兄弟们准备一下。虽然他用语非常非常的好。有可以逃脱法律对他的追溯，他的用语都有很模糊。川普事实上的智商也是蛮高的。你看1月6号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宣誓他对那个群众那个煽动你从法律上你可能也抓不到他的语病，可是他的事实上内容跟他的目的跟动机世人皆知，所以他这次他知道他要被抓他又用他那个老一套，所以法律上如果就是说都认真执行的话，那要考虑美国政治的这个问题。那你要知道，美国右派现在是这个高度武装的，他们有这些所谓我们现在很多名字又忘记了，什么阿能 Q 匿名者 Q， 对，Proud Boy， 骄傲男孩，这些人已经等了很久了，在等机会了。所以从政治的角度上看，现在很多都很忧心，而且美国的经济又不好。对，所以这个政治如果本身上层走极端的话，那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下层那更不要说了，那就不晓得会飘到什么地方。所以美国是这个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这2位老先生一位川普，一位拜登他们事实上是宁可天下人负我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拿着机器在那边乱讲。然后讲到这个世界银行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些人还念过书的，这边胡扯八道。世界银行不是美国的，搞清楚世界银行的股份来自所有会员，美国怎么能够主导世界银行？这跟美国的经济目前的状况八竿子打不到钱，就要欺骗大家世人的无知嘛。来，但是呢，我要请教苑老师了。现在呢，他们说要再印钱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呢，耶伦讲了，就我们干脆就一口气，现在告诉大家，目前是31兆他们的美债，但是还要一口气提升到51兆美元，然后这个上校期限不要每年那边调嘛，我们就直接调个10年，2033年。他说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您怎么看？什么叫钱呢？钱就是货币货币就是信用没有信用的货币就是一张纸一张纸能够做什么用？
大家要搞清楚，6分美元变成100块美元之间的差距多大？100块美元，我算了一下，刚好3个人可以在台北吃不错的牛排啊，对不对？啊，那这个牛肉谁生产的？所以说大家要了解，叶伦这个讲话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呢？因为我算了一下，到了2033年，因为现在是2023年，刚好31.4的举债上限到了嘛。他没有讲说上一次讲的举债上限什么时候到期哦，他已经明显的破过了。因为美国的话呢，这个从这几年来印的钱的话呢，超过美国200年印的钱哦。所以说这种印钱的方式的话，使得美元没有信用。美元没有信用，为了维持它的信用，美国只有一招，就是加息。加息把这个放出去的钱放回银行，放到银行里头的话呢，使得它印的钞票当中发行的美债的话呢就下跌。为什么下跌？因为人家要拿的美元利息就够高了，还要印这个美债干嘛？所以说呢，出现了个问题。现在聚焦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发觉他这个钱根本是还不了了。不可能还了。我刚刚算了一下，到了2033年，光利息，美国现在利息我们就算5%好了，那就是2.5兆啊。那美国本身的话，哪有这种大的能力啊？所以说还不了的钱，摆明了自己家可以印。我不晓得到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10年呢，10年我们都还在耶，10年就成了这个鬼样子了。你要了解，在我们小的时候，美国是什么国家，到现在变成感觉上好像有钱人都跑光了，非法移民倒是喜欢去啊，就是变成这种情况。所以叶伦本身讲的这种话的话，使得他们放话，叶伦也好，雷蒙多也好，布林肯也好，连拜登本人都说，哎，我要开始跟中国好好接触一下啊，我要跟你们的习总书记聊一聊啊，我要跟他们通个电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要找到接盘侠。中国是大国，这个大国，日本是听话，日本听话，但是日本是迫于需要，非卖美债不可。现在大国本身拼命的卖美债不说，还买黄金进来，所以产生了一个相乘的一个效应，非常严重。就是说，美国发觉，如果大国都卖美债，现在卖美债的几个重要的国家，不管跟美国关系好不好，有什么中国啊、日本啊、俄罗斯不要讲了哈，以色列啊什么的，还有法国啊什么。为什么呢？大家原来在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资产，100%确定能够获利的就是美债，美债是很好信用的资产。现在这下子不得了，就是利息再高，大家也不敢要，再加上美国自己的银行业的倒闭，而且这个外溢的效果流传到整个世界，变成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这下子一来的话呢，大家很多国家为了进行交易的时候，都必须要用本国货币，至少要跟人民币挂在一起所以说巴西啊、沙烏地阿拉伯啊什么，他们都开始做这种用人民币做交易。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避免美元过度腐烂所产生的贬值现象。是，来彬哥。美国现在这个做法其实就是饮鸩止渴，他现在就是非常明确的在留子孙，就是反正不要在我这一任手上爆掉，那其他后面怎么做都不管。10年他也还，就像刚刚院长讲，大家都还在吧？大家还在，可是拜登卸任啊，就跟蔡英文一样啊，2024以后不干我的事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这样子，你用这种方式一直不断的狂印美钞，哪一个250敢去买你的美债？我买的不是自找倒霉吗？你越是这样做，人家越会抛售嘛。然后这时候叶伦还强硬要求中国大陆你一定要买，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他有毛病吗？他当然不会理你嘛。你反而你们越是这样做，越加速的话，而且不只是中国大陆会抛售，全世界都会抛。是的，一定会这样，因为哪一个人要等着跟你们抱在一起死啊？大家当然赶快下车，能下车就下车嘛。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策略极度怪异。然后现在真的内忧外患。你川普这个事情，川普这个事情弄得不好，也搞得非常非常大。大家忘记了吗？川普那时候就是他没选上的时候，直接发生国会暴动，冲国会山庄，对，直接冲国会山庄了。那一次其实本来有很多法官要去追究川普在背后煽动的问题，那你现在再用这个东西，川普已经很明显的在煽动他的支持者，再来搞一拖。那问题这会搞到什么样？所以拜登自己要去很谨慎的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他如果一个处理不好，其实美国这几年他们民间因为包括疫情的影响，包括整个在这些高层的角力里头呢，可是其实全球在所有的企业，全球疫情3年的痛苦日子过了之后，本来这样复苏，现在却在美国的保护政策一台，中国市场才会成为关键吗？保护主义让这些企业都活不下去，到底要往哪一边放这个鸡蛋啊？现在美方要求美国制造企业全部回美国去，甚至不准跟中国有太多的交流，甚至是科技的合作。但是大家全球所关注的都是要景气复苏啊，真的有办法符合美国的期待吗？来看看实际的状况。
马克宏还有这个冯德莱恩预定4月5号就要访问中国了，要见的是习近平跟李强。法国啊，这些元首啊，通通急着要往中国去，为的是什么？虽然嘴巴上喊着是要去呼吁中国不要踩俄乌战争的红线的，但是实际上呢，所带的人却是谁呢？欧盟啊，或者是法国的这个总统啊，他们带的是一大堆的这个都是企业界的商业团，所以呢，这个商业团去到中国要的是什么，也就清清楚楚喽，就是要接下来有更多的商业合作。在疫情之后，真的全球希望。俄乌战争还没结束嘛，希望能够至少在经济繁荣的复苏上能够恢复一些啊，所以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西班牙、法国领袖先后都到北京去见习近平。中国大陆的总理李强就说了要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吸引外国领袖注意哦。这些接连的访中行程告诉大家什么？就是中国市场再度成为各国积极拉拢的对象，这跟美国现在就做的围堵政策刚好相反呢。而李强呢，现在被说是行出入经济锋芒的概念是什么？他要想办法把外资给吸收到中国大陆来，要对抗美国的打压。那么李显龙呢，现在正在北京访问他是这次被高规格的对待新加坡的总理啊。那么其实有一个故事告诉大家，这是在外媒报道，台湾媒体引用其实在30年前，当时是1993年，这个王沪宁啊，还只是复旦大学打大专杯辩论赛的一个选手成员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政协主席了。30年前就已经有个缘分，同一张照片同框过，而如今再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情分特别不一样。所以李显龙说，很多国家都非常渴望跟中国建立经济上的连结。那么，所以再看看外交政策喽。那么，中国接下来挺俄罗斯为的是什么呢？经济议题嘛，习近平跟普京谈论的议题，其实虽然有说要谈这个俄乌和平的促成啦，但是还是把大部分的具体聚焦的焦点都放在供应链、金融、能源合作事项。所以把这些事项列为优先要务的概念，当然是经济关系是现在他所列为重点的重中之重，更可能是中国的弱点，更可以作为合纵连横的这个策略合作伙伴啊。那么拜登跟习近平现在却反而是失联的，这么多的国家元首都跟中国在互相密切的互动当中，那么所以呢，日本干脆自己来了我们昨天也提到说，现在双方的国防热线已经重新建立起来，同时媒体也说，接下来林芳正跟秦刚也即将要正式的会晤，而这次上次日本外相访中国已经是2019年的茂木敏充的事情咯，隔了这么久，现在要外相再度的访问中国，会是一个重要的事件。那么，所以现在唯一还跟中国失联的，变成是台湾，还有跟美国吗？那么，所以美元这件事情，我们讨论了几天是不是真的成为末日，或者是即将被取代的金元霸权？那么要告别美元，最新消息是，印度跟马来西亚也宣布要使用卢比进行贸易结算，而人民币已经超越欧元，成为巴西第2大的外汇储备货币了巴西央行公布的消息告诉大家，人民币取代欧元成为第2重要货币的时候，反映出来巴西跟中国的经济联系正在不断的加深加广所以去美元化，我们昨天提啦，金砖国家要发行自己的新的数位货币，而在美国却面临的银行各种的金融风暴连环爆。耶伦说，美国的银行法规可能太宽松了所以近期还要用修法的方式，把银行可能冲击到了经济产业的漏洞全部补起来。其实这一次金融危机稍微能够控制住，也是靠着政府强烈的介入去解决的。到底是短期解决还是长期还有问题，也是拭目以待，还有待观察。而其中可能会冲击到经济面的，会是川普吗？川普正式被起诉，写下了一个美国历史上的记录之外，下一个礼拜他要亲自去投案了投案之后，这个外媒很多分析里面就认为说，起诉的时间点很特别，甚至要被逮捕吗的时间点也是惊人的巧合。说因为撞上美国债务上限的危机的时间点，会不会给美国的股市跟经济带来大麻烦？那么显然，这个川普会不会2024还能够代表参选，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委员怎么看呢？最近在中国的对外的外交策略、经济上面的弹性运用，再看看美国现在的状况，直接对比看起来。蛮大的落差。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状况非常的良好，预估一定是5% 以上，还有人估计会超过6%。
但不管如何，中国上上下下还是非常努力在推动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推进民营企业跟吸引外资的投资方面尽很大的努力。可是现在欧美经济萧条，的确很多的资金也在寻求投资的机会。所以当中国在开博鳌论坛，那以及开所谓在北京的所谓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那可以说什么重商云集，都是重量级来参加哈。那也有各国的领袖都来。当然了，马克宏跟冯布莱恩这段时间就是非常不得意不只是说被美国打脸，自己的国内不管法国、德国都乱七八糟。这两个人能力其实也很有限，我们也不能要求太多。他唯一的路线就赶快跑到中国来求救。那如果说他真的是要来谈俄乌战争，奇怪，怎么国防部长没有跟来？外交部长没有跟来？怎么跟来的都是商业团人士？就表明你在做生意嘛，那做生意呢，对中国来讲当然开大门欢迎嘛。那谈俄乌战争，中国可能也需要他们支持，说12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那看他们两个是怎么表态，反对呢，赞成呢？所以我想他们两个吃这个也痛，吃那个也痛了哈。至于这个东南亚国家，当然更不用说了哈，不管是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他需要盖一个高速铁路，把这个吉隆坡跟新加坡连接起来，或者是李显龙，他讲得很清楚他没有中国、新加坡以后这条路怎么走哈，所以也不能去特别的去所谓谈说，哎呀，习近平跟普丁见面都在谈什么供应链、金融，好像这个就是中国的短板，其实刚好相反。这个都是中国可以大力协助俄罗斯的地方。中国不是买不到能源，但是中国买俄罗斯的能源就是在支持俄罗斯。俄罗斯的金融已经被美国制裁得很惨，中国用银联提供给他。那这个 Mastercard、Visa 信用卡在苏联、俄罗斯都不能使用。现在对不起中国的各式各样的信用卡都可以在俄罗斯使用。然后不准这个用 Apple 的手机，没有关系，中国的小米手机在俄罗斯卖得下叫。那俄罗斯的汽车买中国的，所以有中国撑住俄罗斯的经济可以顺畅的运行，这并不是中国的弱点，反而是中国的强处，而且扶助俄罗斯的经济体制的运作。至于这个告别美元，应该还不会那么快了哈。但是美国人自己把美元砸了，怪不了别人。他怎么用美元做武器啦？以前英镑在最辉煌的时候，也不敢拿英镑，英国也不敢拿英镑做武器现在美国竟然把美元当武器，那你砸自己脚，你当了武器，我为什么要手上捧着你会爆炸的武器呢？当然没有人会这么干嘛。所以你看也好，不管是印度马来西亚，当然也要逐渐的想办法用自己的货币来结算对中国来讲，你用这个货币来结算，中国也能接受中国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自己的库存的所谓的人民银行里面的这种储备的货币要多元化，不要老是抱着美元嘛。我再说一次，人民银行你抱了2-3兆美元干什么啦？莫名其妙每次来必讲的这必讲，对。以前紫光集团被我讲的，他们乖乖收拾好了那一次不听讲2次，2次不听讲下去。美国现在当然抱着他们的银行问题头上当然没得修这真是没办法，短期内不会出大问题，但是短期内也没办法完全解决了。但是起诉川普，真的行得通吗？拜登，你要不要再想一想看？他用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说什么他曾经拿钱给一个 AV 的女优所以让他做封口，所以什么这个违反这个什么竞选财务法，违反什么妨碍司法，会不会拉得太长了一点？所以。这种东西要来挡住川普的竞选，我觉得反而会引起川普的支持者更加的激昂。所以输赢民主党不能把这个东西算盘打得太多了。但是好消息是，巴西用人民币当储备货币，而且呢已经变成第2大储备货币了。那相对的这个中国也要多储备一点巴西的货币，这样一来多元化的货币呢，包括。中国现在主导的金砖国家组织的所谓新开发银行，就是小 IMF 呢。未来如果是要构筑是一个特别提款权，当然不可能成为新的货币，构筑一个特别提款权在这几个金砖国家里面运作，应该会有很好的展望。尤其是现在几个重要国家都想加入金砖国家组织嘛。不要讲，第一个就是沙特阿拉伯第二个就是伊朗这都产油国家所以变成石油人民币就隐隐约约的就浮上台面了嘛。
教授怎么看啊？当然，美中对抗是由美国发动啦，包括保护主义啦，包括对于中国的围堵啦，企业如何的科技链不可以给中国啦。但现在，中国的这些做法在外交上面、经济上的这个弹性，显然不如美国所预期嘛。对，你可以看到现在呢，习近平3连任之后，他外交是新的一波出发哈。那么这次呢，范德莱恩呢跟这个马克龙去哈，那范德莱恩呢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呢。不是要跟中国脱钩，我是要降低紧张，那所以会谈到像这次这个《经济学人》的最新一期的封面也讲得很清楚，他说美国跟中国这样打起来，那个后果就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反对是脱钩的，然后说包括呢有些怎么制裁呢也是选择性的啊，不是像全面的这个制裁。所以有的人开始反省，开始谈到这个问题哈。那马克龙这次呢，他带了很多商界的领袖去。但你可以看得出来，最主要是之前肖兹先去了，你知道吗？是呢，当时马克龙本来想要去，因为马克龙觉得梅克尔走了以后下台这个任满退休以后，那该法国来领导欧洲的这个风骚了嘛哈，该他的天下。就没想到后来肖兹上次就带了人就先跑，就德国总理肖兹先去了中国啊，马克龙就生气，马克龙说好，那我跟着去，那我表示欧洲我是代表欧洲啊，我不是代表这个法国而已啊，所以带着这个欧洲理事会的这个主席范德莱恩一起去。但是刚才这个蔡委员也谈到了，其实法国他们内部问题很大啊，街头的人还没有散掉啊，各种的你强推的这退休改革跟罢工，整个乱的。巴黎的街头已经堆了1万吨的垃圾，没有人收啊！你在国外说你去拼外交，你要怎么样？其实心里想的是内政啊，所以他这个使劲起来，我想他在拼外交的时候，他的心里应该都是揪的。那就谈到东南亚国家，那就更有意思了。刚刚我们画面也看到说东南亚国家，你说这个刚刚那个蔡委员也谈到安华，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到中国去，最主要是本来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中间不是有龙兴高铁吗？龙兴高铁那是泛亚铁路中一段。马哈蒂上次2018年上来的时候就说，哎呀，要重新检讨一下，就是太贵了啊，太贵了，就弄了2年以后呢，那么当时马来西亚政府说龙兴高铁不盖了，那一片哗然呢，说宁可赔钱给新加坡，不盖了。现在安华上来以后，他说还是盖吧，因为你如果不盖的话，你的泛亚铁路缺这一段呢。可是问题是前面那几段已经给了，比如说辽国啦，给了别的国家，于是他就拜托中国说，你来帮忙嘛，让我再掺进来，再接上去嘛。所以他有求于中国哈。所以你说像这个马来西亚这边，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它是有很多的子弹，它有很多外交的筹码，而且美国越打这个保护主义，那中国大陆这边就越开放，你要脱钩我就反脱钩啊，所以这样子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2个平行世界，2种不同的一个战术。那至于美元这边呢，其实我也同意刚才委员所讲的，其实倒不是完全去美元，就是货币多元化的这个现象，其实后面怎么发展，值得我们继续去追踪。是，的确，将军就如同教授所说，一边越来越开放，一边却越来越封闭，这个市场方向正在往反方向走。这美元去国际化其实它的速度超乎我们所预期。我们因为之前在前天以前还在讨论，大概只有俄罗斯啦、伊朗啦，这个东盟10国、巴西这几个国家而已，就没想到在今天早上最新的新闻就是讲到，就是印度跟马来西亚也开始用卢比来交易，是，所以这速度非常快。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最有戏的一个国家叫法国，因为法国它虽然说数量不多，它用人民币交易什么呢？一船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船，它用人民币来交易。虽然说这条船数量不大，但是它后面代表的意义很大。因为法国来讲的话，之前跟美国把它的这个潜舰这一大笔订单给它取消掉了，对不对？跟澳洲，它原来要卖给澳洲一大笔好几艘的这个潜舰，美国跟英国把这个单子抢下来，然后马克龙非常的生气。紧接着美国又干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他对欧洲来讲，他用4倍的价格卖给他欧洲天然气，对不对？把这个德国的这个管线2号给它炸掉，然后用比较高的价格卖给欧洲国家。对欧洲国家来讲，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只是敢怒不敢言啦。那这次来讲的话，法国其实我觉得这次法国用一个船这么小，虽然说数量很小，只有1船的天然气，但是对美国表示说，我后面我有机会跟中国来后续做这个交易，不是只能靠你美国我才能够活下去，才能够有经济上的来往，以后我有可能靠中国。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马克宏
这个后天要到去见习近平，我相信这后面还有戏可以看，他们到底内容要谈什么？另外，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日本外相林芳正访问中国大陆，是，我觉得这很奇怪。按理说，应该日本外相访问中国大陆，应该由中国的外交部来做接待，来做说明，结果反而是中国国防部来做说明，表达欢迎之意。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说，中国跟日本来讲的话，它可能在东海的问题上面，在这些军事争端上面，开始有了中国抛出一些善意，我用国防部来做个解答。我们知道之前中俄在东海有做过军事演习，俄国前2天还在那边射了蚊子飞弹、超音速导弹飞弹，所以这些东西中国都可能会跟日本利用这次的见面，建立一条军事上面的一条沟通的热线，来减少双方在海面、东海上面这个军事上的擦枪走火摩擦，我觉得这对双方来讲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中国的各种大动作里头，要对抗美国的围堵里头，在经济上面被形容是一个大反击吗？赶在很多的美方的新的限制规定重新发布的时候呢，中国企业这是德通社的报道，蛮值得观察。为什么？反而这个时候呢，包括香颂国际啦、宏利型钢啊这些7家的中国公司，3月份公开募股，直接到美国去上市。这个时候不是风险很高吗？这个意义又是什么？那么伦敦呢，也同样在争取新的中国的上市公司哦。其中呢，国际知名企业一直不停的访中哦，除了看到什么王文太古集团、苹果公司、宝马啦、宾士集团、高通、辉瑞。昨天我们就看到了很有意思的是，这个马斯克啊，他想要去星链的老板啊，马斯克他也想要到中国去访问，那想要见李强，但他母亲已经先去了，去旅游啦，宣传新书。这告诉大家什么？虽然在围堵底下，还是有这么多美国的企业不停的往中国走。这个讯息让美国的美中的科技大战现在是越演越烈嘛？这种报复手法对于中国美光产生的启动的这个网络安全审查，其实这个是在这个企业界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这个网络审查呢，将会使得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影响整个销售供应链。因为它一审查出现问题的时候，接下来这个股票在中国大陆的市值或者是企业、工厂等等，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以至于让它的美光股价一度下挫超过5%。接下来后续还要观察这个只是第一家，后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企业可能会被波及？中美科技大战怎么升级呢？其中中国要反击晶片制裁高通的风险远远大于美光。怎么说？Bloomberg的分析师告诉大家，大陆呢其实占美光只有10.8%的营收而已，但是也有向其他公司销售产品的。如果有真的要打击的话，扩大范围可以影响谁？高通营收是高达64%，这么高的依赖比都来自于中国大陆。博通35%，辉达21%，每一个都高于美光。先从美光下手，意思很清楚是什么？就是刚开始而已，就看看接下来还有包括 Intel 啦、超微啦，都可能会下一个目标吗？那当然，华为昨天我们也讨论了蛮多华为强调在新的这一季的业绩发布啊，还有未来政策的发表的时候，以梅花象征，说越冷要越开花，越飘香啊，向死而生，怎么能够不成人？那么总之，他接下来甚至要到美国去出差，走出了美国阴霾吗？等等。但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是 ，TikTok 持续还在公听会当中。根据 CNN 的报道说，北约已经禁止该机构的人员在设备上面使用 TikTok 了而 TikTok 看到周受资在公听会上的表现原来美国特别把这个内幕给报道出来说，背后有一个智囊团非常的豪华3大重量级人物特别帮他受训了1个多月。这些人是谁呢？包括奥巴马竞选顾问，还有梅西纳迪士尼公司的前公关等等，这都是在他们国内在重大议题可以有公关或者是议题的主导能力的大腕所以成为他的这一次公听会表现如何，成为蛮重要的关键。大家认为他其实也充分说明在资讯安全的部分的保障。显然美中大战，中国正在反击了嘛？委员，
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些软体啊等等的公司啊，要到美国上市，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因为他想要攻占欧美市场，所以欧美市场在美国不管是第一上市或第二上市，所谓第一上市之后，他没有在别的地方上市，直接到欧美上市。最近有些人跑到瑞士去。那第二上市之后，他已经在香港或者在上海、深圳上过市了，但是拿了一部分变成所谓的ADR 的方式啊，在美国再上市哈。那以这个方式是一个想要走向国际企业必然要走的道路，即使说中美两方面这个打得很激烈，可是我在那边上市，我有信心，我也不担心你对我怎么样子，因为我老型仔仔嘛哈，继续抢占。对，这是对的了哈，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太多哈。再来哈，王文涛本来是黑龙江的省长哦，现在调了商务部长，他就接见了所有可能重要企业界人士，因为他扮演一个贸易部长的这种角色嘛哈。那也表示说，中国真的很积极的在拉拢全世界，因为中国要走上全球化，美国是动不动要跟人家脱钩啊，要切开啦哦等等，可中国说无所谓，我就跟所有人能够交的朋友。毛泽东的名言就是，什么叫统战？就朋友越多越好，就统战哦。所以中国现在连经济上都如此。至于所谓的网络安全审查哦，我认为不会哈。所以美光啊，这个高通啊，应该不会受到影响。理由很简，我认为不会哈。因为什么？因为这种网络审查只在审查说你的晶片呢有没有后门等等的哈，就是设备这软体有没有什么后门会被人家，比如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来运用空间而已，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网络上不安全的事。但我认为这几家问题都不太大了哈，不太大哈，所以它卖到中国去了没影响。比如举个例子，这个消息一出来，它股价也不过从当时的差不多上个月底的64块跌到现在还60块，64块跌到60块，4块钱，这个差价在台湾的股票市场更不算什么。讲讲我们台积电好不好？去年11月1号价钱多少？370几块，今天多少？533块，差距多大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表现股市反应的很冷静。那这个所谓网络审查，基本上是自己吓自己也比较多哈，因为中国也需要跟这些科技大企业不断的互动。啊，那你到中国来做生意，中国去那边做生意，那看你拜登政府怎么去切割嘛，对不对哈？那以后拜登政府要限制这几个，你自己这些人也会心里也会不爽，搞不好他跑去支持川普，你拜登都落选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不用去担心太多哈。至于周受资哈，这位 TikTok 的一个新的 CEO， 他上任没多久，然后就接受特别训练。这个特别训练当然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他组了一个智囊团，我看到这个智囊团，都很厉害耶，都很厉害哦。迪士尼的公关啊，奥巴马的选战顾问啊，这些人呢一定都很精于在美国国会运作啦、游说的哈。所以台面上他把周受资送上去。让你们这个丢石头，然后台面下我们这个怎么去沟通？这一定是一整套的作业的，他不会那么单纯说，我只是一个人光溜溜的跑到这边来接受你们咨询。可最厉害一点就是，他表现出一个乖宝宝的样子，然后让所有的美国众议员那种无知、那种蛮憨、那种无能的那种问答，问到我都吓了一跳，说：“这个美国众议员连 WiFi 是什么都搞不太清楚，这个怎么当美国众议员啊？而且还能够谈科技问题，所以这些众议员就自己被美国的老百姓给骂惨了。那这样一来的话，还能够进 TikTok 吗？可能往后拖一拖吧。所以这些人要自己找楼梯下。至于这个华为哈，现在当然会很感性的谈这个问题，但华为最困难时间已经过去了。”它的最高峰的时候，有卖手机的时候，当时的年营业额是8000多亿人民币。那因为手机被打垮了啊，被硬生生的掐死了。它现在大概掉到6000多亿，但是也不会再掉了哈。所以这个重新开始啊，找新的产品啊，等到中国的半导体的制造功能起来了以后，那你就也不用担心这个美国制不制裁你，重新再做手机，还是有机会跟 Apple 竞争哦。这一点我是相当有信心。所以我们的标题是挺吓人的，习近平大反击，拿美光血记，美光就是做那个记忆体的嘛，做那些动态随机记忆体啦，做那个 Flash 的 NAND 的这些，这个中国也需要，而且中国自己也有生产的互补的一个行为，所以不至于会有什么血迹这么好像玛雅文化是吧？现在是不是受玛雅文化影响哦？所以。我认为应该不会哈，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太小了嘛，这没什么好做一个真正的
你要么就是把它禁，可是中国自己也需要啊。那你说要去找他有没有什么防务安全审查，这个是必要的哈，因为双方面已经斗到了无孔不入了哈，所以当然要慎防小人之心哈，这个必要的哈。所以我是觉得目前中国稳扎稳打就好了啦哈，不用做太出格的东西啊。还是老话一句哈，今年如果能够超过了6.5% 的一个 GDP 成长率，中国的经济体将震撼全世界。不过美光事件就企业界很多 IT 啊，是从业担心的是，很多资讯。data 是不能够送回本部，还有很多的这个资通的限制的时候，其实才是企业界最担心的，送资讯不能够回传到总部去，这个限制很多，当然就会引起很多企业的恐慌哦。影响有多大？持续观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中的科技大战现在被形容是中国拿美光来开刀了吗？当然，蔡委员刚刚认为其实影响不大啦，不会有太大的冲击。教授怎么看呢？对，我可以从几个点来看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科技战呢，当然越打越凶啊，越打越凶。那么目前你可以看到，美国怎么对付中国，那中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美国嘛。是啊，那多半我们常的科技战呢，常常就是他把这个安全问题做无限上纲。啊，不管你这个安全或者安全真的假的，我这一招打不赢我，打完了以后还有下一轮呢。啊，所以像 Financial Times 啦，什么就是说，那美光的问题可能表示科技战的一个升级。那也许这个不严重，但后面还有没有新的这个出招啊？这我们可以来看。第二个，我是看一下这个华为的问题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啊，你说孟晚舟当年被困在加拿大困了3年多，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呢，美国的理由就叫刺激制裁。刺激制裁就是我制裁伊朗，那你用美国的科技，那你怎么可以你的东西卖给伊朗呢？啊，刺激制裁。所以美国这个刺激制裁，它寄不寄出刺激制裁的这个大棒呢？这个很凶的。这会限制很多的这个科技的流通或者全球化的这个供应链啊。那么，所以你看华为能不能够像梅花一样啊，越冷越开花啊？那是一回事。但是刺激制裁，这是我想大家可能都要留意的。第三个就谈到这个 TikTok， 周受资啊。我们晓得他是新加坡人嘛啊，新加坡人这本身是很有趣，他的叫辩才无碍啊，你看他英文也好，辩才无碍。但是这个抖音的这个事情呢，或 TikTok 的事情呢，其实很多个层面啊。你说一则你说啊，美国是担心 TikTok 是不是它的情报问题，或者情报个资，对不对？但也有人不是讲个资啊，讲内容，对吧？所以周受资后来就讲说，那在新加坡你要法令管得好，内容就不是问题啊。那你就说美国你自己法令管得不好嘛啊？但是更重要的，刚刚委员讲了一点很好，就是你可以凸显这些议员的蛮憨呐，他不懂。其实这里面是什么问题？世代的问题。世代的问题，因为这是世代的问题。你看很多少的年轻人在玩 TikTok 啊，他就觉得你们这些老人家，你们在讲什么？你们讲的跟我平行时代、平行宇宙嘛、平行时空嘛，不是同样一个位置在讲话。那么所以你今天如果进 TikTok， 为什么年轻人会起来，会怎么反弹啊？所以你要是用内容问题来讲呢，用安全问题来讲呢，用世代问题来讲呢，还是说你把它放在那么美国跟中国的对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威胁。我只能给你禁掉。但现在看起来，大家好像都是从安全的问题来看啊。那安全问题，那么但是经济学人有谈到说，你可以怎么样去限制它？你怎么可以让它？但是你不要叫它卖出来，或者叫它赶出去。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 TikTok。那后面看怎么发展，我们持续来看。好的，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后来我们再看到最近中美对抗里头，除了我们双鹰出访的 PK， 重要的是很多的元首也纷纷到访到了中国大陆。那还有当然在 TikTok 还有企业的这个相关的竞逐上面，将军怎么看？这个华为被美国打压了3年，举全国之力打压一家企业公司，结果打压了3年以后，这华为不但没有被打倒，而且还能够浴火重生代表这个公司一定有它杰出的地方。第一个，我觉得说，第一个它的制度很好，
你看，像孟晚舟哦，是虽然说任正非的女儿，但是她从开始她培养她是从她年轻的时候叫她到公司里面去做接线生开始做起，这一步一步，而且不准她讲说她是她的大公主。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孟晚舟就可以学到很多实际上面这种科技公司的技能跟知识，而不会说是一昧的人家吹捧她。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是轮值主席。这次4月1号昨天开始，孟晚舟当轮值主席。这个华为这家公司，它的这个董事长是用轮值的，也就是说，你不要说一个人一直从头干到尾，这样让公司才可以一直有创新的观念或新的想法，也不会固步自封于一个。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华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就是说他赚了钱以后，他这些钱不是发给股东，也不是发给员工，他拿来做研发，他有将近30%的钱是投入到研发上面。所以华为现在来讲的话，它的专利很多，是全球第1名的专利获得。它光专利去年就获得370亿。虽然说它现在不能卖5G 手机了，可是它光这些专利的收入就可以支撑它这个公司继续做研发下去。我们要知道，包括现在5G 手机，每一只手机不管是 Apple、三星或哪一家公司的手机，它每一只手机要付给华为就是2.5块的美金来付给它这专利的费用。后续来讲的话，你看看哈。